欢迎您来到慢慢变好越来越好的频道。不论您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，还是已经在追踪我们频道的老朋友，都希望您将这部影片看到最后。今天是2024年的7月23日，我们进入动能致富股海实战主题第5集。影片中投资结算数字是7月23日收盘价，按照书中教导的方法，加上自己的想法，直接到股海中实战。学习好理论之后，直接进行实际操作验证。我们是按月来计算动能及投资绩效。第一集制作时间是2024年的4月24日。我们每月24日左右会进行动能计算，接着判断是否需要进行持股调整与操作。在动能致富主题中，期待能在实战验证动能致富方法后，加强持股的信心、信念，未来持续加大本金来操作，获得更好的报酬。当然，各位有兴趣的版友，也可以跟着我们操作，一起在股海中实战。我们是真金白银直接投入股市实战，投资决定需由个人自主决定，盈亏自负。我们一起向作者99%、40岁便达成财务自由的成就看齐，提早拿回人生的选择权，不再受困于职场的工作。想要融会贯通书中传授方法，实战体验是最有效的。快快做，快快错，快快改，快速找到盲点，或者投资上遇到的问题，经由我们实战账户的示范，期待频道可以越来越好，启发多一点的投资朋友，早早动起来，善用复利的力量，提早实现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选用书中 CP 值最高的加速防御动能投资法，此方法回测25年年均报酬率是 17.42%。这个方法兼顾攻击与防守，与我常用的投资心法，进可攻退可守如出一辙。实战验证之后，可累积很多操作心得，经过这些操作经验与犯错反思，可以转化成自己有把握的操作方法。自己一旦对操作方法有信心，就敢用大部位下去投资了。我是用20万来实验，由于每个人的本金水位是不同的，我们可以将重点放在报酬率，以年报酬率来评估这套投资方法。倘若投资部位是100万，年报酬率 17% 的话，就是一年获利17万；而投资部位如果是1000万，年报酬率 17% 的话，就是一年获利170万。如果是中实户，投资部位能达到1亿的话，年报酬率 17% 的话，就是一年获利1700万。我们用书中 CP 值最高的方法，加速防御动能投资法进行实验。经这个月动能计算，目前选股清单中动能最强的是元大台湾50。由于上个月我只要差一天计算，我就不用从50换股到0830，所以这个月我决定不频繁换股了。我对0830跟50都很有信心。再观察1个月，根据动能计算，目前00830跟0050都还是动能很强，所以倘若这一周的显著拉回，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是可以趁机入场的。即使没事趁回档入场也没关系，根据动能计算，在这个月的任何时候，也都还是可以安心进场的。动能致富的操作方法很简单，每个月计算一次00830、0050、00733与00687B，平均绩效百分比，看哪只股票绩效最好，因为目前动能最好，就把股票摆在动能最好的股票上。上次我将00892改用00830国泰费城半导体，我们发现国泰费城半导体应该是比富邦台湾半导体更合适布局，因为国泰费半包含辉达、博通美股，美国最强大的半导体企业都在投资组合，当然台积电也在里头。全世界最优质的企业都在美国，相对没有地缘政治风险。单纯从分散风险的考量上来看，00830也是比00892更好的选择。投资朋友如果要将其他 ETF 纳进来，最好选择自己熟悉的产业或领域，对未来的波动会比较有心理准备，才不会面临亏损抱不住，以至于破坏了整个投资计划。这个方法每月只要2分钟，到 MoneyDJ 网页中输入 ETF 代码，进行简单的计算，就可以从报酬比较的功能中，找到该 ETF 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的绩效表现。我会将 MoneyDJ 的网页放在说明栏中，方便投资朋友使用。如图所示，将投资组合中的各 ETF 绩效输入表格，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投资绩效百分比。以00830国泰费半来举例，国泰费半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负 4.11%、23.02% 及 26.81%， 平均绩效是 15.24%。元大台湾50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负 3.70%、20.72% 及 35.74%， 平均绩效是 17.59%。受益于台积电、鸿海大爆喷，其实我川对台积电、鸿海不友善的言论拖了一下，表现仍然算是非常亮眼，是这个月以来动能最强的 ETF。看一下富邦台湾中小00733的动能，00733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负 5.70%、2.70% 及 7.12%， 三个数字平均是 1.37%。
防守用国泰美债 00687B， 近1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绩效分别是 1.25%、6.92% 以及 5.23%， 3个数字平均是 4.47%。美债仍然处在底部格局。我们知道9月降息几率已接近90%，当然动能还是非常弱势，不过现在仍然可以持续布局 00687B。近1周的大回档，美债完全没有影响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当股灾来临的时候，美债部位会是我们防守最佳好朋友。动能自负操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哪一个 ETF 的平均绩效最好，就是目前动能最强的 ETF， 我们把部位摆在动能最强的 ETF 上，就是如此的简单。我们长期用5到10年的尺度来看，倘若可以年年获得 17% 左右的绩效，其实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。下半年倘若持续盘整，今年度应该也是可以达标的。根据2025年6月21日计算结果，投资组合中，当时动能最强的是国泰费城半导体。我后来发现，我只要改成24/6计算，动能最强的就变成0050。其实这个月应该是不用换股操作的，很多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。未来股市走空时，连透计算出来的平均绩效都是负的，这时就要把全部股票换成现金，每月只要2分钟，快速计算上面这张表格，一年最多操作12次，非常的简便。我想动能自负是 CP 值很高的投资方法，可以节省非常多研究时间，透过实战验证有效之后，未来就能长期使用这个方法在股市中获利。截至2024年7月23日报酬率表现，1月17日购入成本为 13.48 元，报酬率为 26.3%。21/6从50换股至0830，购入成本是 51.1 元，报酬率目前是负 2.14%。动能自负这个投资方法，我在2024年1月31日340万存股实战 EP5 第5集中有分享，在1月17日340万存股账户买入第1张0892，开始实验动能自负操作法。4月中旬遇到以冲突加上道琼连6跌，刚好在股价一路下滑过程中布局14张00892。我们用这14张00892开始实战，过程中经过50换股，到现在换股到0830，我们会一路实验下去，请耐心的继续看下去。我们记录买进、卖出的时间点，并且将持股变化也一并记录下来，统计持有成本与市值，可以了解到完整的损益绝对值的变化。目前整体账户损益率为获利 19.17%， 获利金额是40372元。受惠于鸿海与台积电大涨，虽然这一波显著回档，表现仍然非常亮丽，至今有 19.17% 的报酬率。倘若我们有100万的动能自负部位，获利 19.17 万；倘若有1000万动能自负部位，获利就是 191.7 万，其实是很棒的报酬表现。待在场内才有得分的机会。如果这个投资方法能完整走过一个多空循环，如果动能自负操作法有机会胜过大盘，操作又这么简单，那么剩下的就是自己在股海中的心理素质了。勉励各位投资朋友，投资的心理素质需要实战累积，越早开始，将越快找到适合的长期稳定获利模式。这个主题很有趣，我们按月的进度来持续看下去吧。本影片内容仅为我个人观点分享，并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投资理财有风险，投资朋友需具备独立思考判断能力，审慎评估，盈亏自负。如果你有在分享内容中有所收获，请您不吝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加分享。希望每一期节目都能与您相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